前段时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美国银行研究部总理伊斯雷尔的话指出，未来几十年，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主题都将围绕气候变化，气候战略将争夺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然而事实很残酷，这次中国暂时领先，美国已经落后了。为了挽回这种暂时落后的局面，拜登已经向40个国家发出邀请，参与美国主持的气候峰会。而作为气候大国的中国，截至目前仍然还没有接受邀请。近日，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华，美国国务院声明，其出行目的是在拜登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前，先与中韩领导人就全球气候问题磋商。不过外界解读，拜登此举是为了寻求在气候上和中国合作，同时又说中国参与美国主持的气候峰会。在访问前，克里就曾公开表示，试图和中国达成气候协议，但不会在人权、经济等问题上妥协，并迫使中国对其在气候谈判中做出承诺负责。美国有资格迫使别国为承诺负责吗？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只有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美国迄今还未提出国家自主贡献，也没为如何弥补4年行动空缺给个说法，也没有把久久拖欠的绿色气候基金补上。就这，美国居然还想以老大自居，对中国颐指气使。而拜登试图主导40国气候峰会，如果中俄欧这些大国参与，更能以此展示美国领导力、号召力的回归。美国这样的做派也引发不满。近日，美国传统盟友也悄悄叛变了，联合中国使出组合拳，给拜登来了个下马威。在16日，中法德领导人展开气候视频峰会，这次安排时间也非常微妙，前一天才公布消息。而在拜登主导气候峰会的前一周，中法德率先举行气候峰会，似乎有意为之。外界分析，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法国和德国跟随美国，但是法国和德国都不甘完全配合美国，尤其是在气候问题上，法国和德国的野心更大，扩大国际影响力，并借此展现独立性。中法德率先开气候峰会，释放出一种信息，即气候峰会不是美国想开就能开，各国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美国先问问自己有没有资格。就像发言人说的，不合意就退出，合意就重返。美国回归并不是王者归来，而是翘课学生返校。所谓的40国气候峰会也不过是小丑作秀罢了，中国不会配合美国演戏。根据美国媒体报道，4月14日，美国的情报高官们相聚，在国会上开始讨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有哪些。说起这个话题，他们当然不会少谈了中国。就在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就自曝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行动，声称 FBI 现有2000项和中国相关的调查，并且他们每10小时就要调查一次中国。FBI 局长特意强调，他们每10小时就对中国展开一次新的调查，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他们现有2000多项与中国的调查，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美国创新、民主、经济和安全构成这么严重的威胁。他这样的言论一经公布，立刻就引发了美国网友的许多讨论，亮了。有美国网友就批评道，不如10天检查一次美国，如果 FBI 能够10天检查一次美国，美国国内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而有的美国网友也直接戳穿，实际上 FBI 就是在骚扰中国民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中央情报局长都参加了。这是美国自从2019年以来，这些美国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第一次齐聚在美国国会上进行听证会。而就在听证会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同样提到了中国。美国目前认为，未来将会有4个国家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而位于榜首的自然就是中国。报告分析认为，这些年中国日渐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在非常多的领域里，中国都在挑战着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尤其是在军事、经济和技术这一块。事实上，中国正在使得世界规则发生改变。然而，对于美国这种把中国当成威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其实早就已经回应过了。美国近些年频繁挑起纷争的做法，一直就是美国在大搞单边主义，想要重新拾起冷战思维，为此还升级了美军的核武库，使得全球战略局面失去平衡。到底是谁在维护世界和平，又是谁在破坏国际秩序，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即便是美军的盟友们也清楚知道这一点。美国国内也存在反对的声音。要知道，美国前后250年历史，仅16年维持和平，
联合国190个成员国中，也仅有3个没有与美军发生战争或是受到干预。正如美国网友所说，美日里这么盯紧着中国的动向，倒不如想着解决美国自己国内的乱象。如果在歪路上越走越远，那美国的结局也不会好。最近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激烈博弈。由于美国主导的北约介入，也让形势愈加复杂。外界纷纷猜测，北约和乌克兰会真的擦枪走火吗？乌克兰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叙利亚？近日，俄罗斯劳动报网站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俄乌边境地区集结了11万大军。乌克兰防长坦兰表示，根据情报得知，俄罗斯兵力正持续向乌克兰边境推进。目前在边境实控线附近，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6个营级战术组，总数为11万人。此外，俄方还加强了驻克里米亚的空军力量，并提高黑海舰队的能力。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军正检查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并向西部边境投放了2个集团军和3个空降兵团，还催促摩尔曼斯第35造船厂加快对俄罗斯航母的维修工作。这是俄罗斯唯一航母，自从起火后就修了2年。邵古伊突然视察并下死命令，足以证明局势有多严峻。乌防长塔兰也表示，俄罗斯一系列举动就是在为进攻行动做准备。由于背后势力美国主导的北约推波助澜，导致局势更加紧张。如果俄罗斯咽下这口气，那么北约势力将直捣俄罗斯西部边境。除了军事压力外，美国还在外交层面对俄罗斯极限施压。在普京刚和拜登通完电话后，拜登就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经济任何领域的命令，大规模制裁俄罗斯并驱逐10名俄外交官。虽然在外交层面美国表现强硬，但在军事层面还是怂了。14日，俄罗斯宣布从4月24日到10月31日期间，对外国军舰和其他国家船舶在黑海3个地区临时暂停执行通过俄联邦领海的和平航行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普京这一措施果然起到震慑效果。第二天，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美国已经取消派遣2艘军舰驶入黑海，美国悄悄溜了。乌克兰怎么办呢？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直接表示，俄罗斯专家和官员年公开威胁要和乌克兰开战，并将乌克兰整个国家消灭。不过他还是叫嚣，如果俄罗斯跨过红线，将遭受非常痛苦的后果。乌克兰的表态很可能就是做给北约看，期望得到北约的援助，甚至加入北约。历史早已证明，在大国博弈中，马前卒一向都不会有好下场。难道乌克兰非要把自己作成第二个叙利亚才肯罢休？